修道院曾经在欧洲各地拥有大片的土地，主要是教堂，但也包括田地和酿酒厂。由于上司是教皇，他们一般不受当地领主的统治，而是由教会自己的组织管理，由修道院长领导领地。这些遍布欧洲的修道院领地，在中世纪开始逐渐消失。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后，大部分修道院领地被并入了新兴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管辖。然而，历史的尾音总是很长。事实上，直到21世纪的今天，修道院领地其实还存在着，只是经营方式与过去略有不同。今天，让我介绍一下这些现存的修道院领地。这里是花散里，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记得点赞订阅哦。蒙特奥利维托马焦雷修道院是一座本笃会修道院，位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锡耶纳南部36公里处。它最初是由来自锡耶纳的著名贵族家庭的法学家贝尔纳多·托洛梅和他的朋友们于1313年成立的。他们最初的目的仅仅是寻找一片未开垦的位于阿科拉的荒地过隐士生活。由于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参与他们的隐居生活。随着团体越来越大，一个集中的建筑变得很有必要。于是，他们于1393年开始建造修道院，1526年又扩建和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了保持本笃会修道院劳动与祈祷的传统，修道院内有一个草药园和一个鱼塘供修士们使用。现在，它还拥有一座有4万多本书的图书馆，并持续根据古老的配方生产蜂蜜和草药酒。蒙特奥利维托修道院的领地非常广阔，延伸到附近的奎勒苏尔和瓦尔德阿索村，以至于修道院后来成了当地领土最大的领主。同时，由于该修道院完全是由隐士们自己建造和运营的，它也没有教区的附属机构。作为买断土地的神的领地，当时也不受世俗政权的管辖，而且历代修道院长的管辖权也仅限于修道院的院内，对于领地内的居民则只是协调机构，使得当地人一直维持着类似于桃花源的自由隐士生活。不过，二战后的1947年到1975年，作为属于阿雷佐、基乌西和皮恩扎教区的教会机构被并入，形成了现在的蒙特奥利维托马焦雷修道院的管辖区。地位和人口的巨大提高，也就结束了他们的田园牧歌的组织方式。现在，该修道院在英国、爱尔兰、比利时、瑞士、韩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巴西都有修道院和先修会。蒙特奥利维托修道院长也就被称为奥利维托教团的领导人。教会和意大利世俗政权均承认蒙特奥利维托修道院在当地的领主权利。巴迪亚迪卡瓦修道院位于意大利中部坎帕尼亚的萨勒诺，创始人是一位名叫阿尔费迪奥的当地贵族，后被封圣成为圣阿尔费迪奥。他在1011年开始隐士生活，一开始隐居在阿尔西基亚的一个山洞里，后来被他吸引来的门徒们纷纷涌入，于是门徒们建造了一座足以让一群人共同生活的修道院。不过，阿尔费迪奥作为放弃了贵族生活选择隐居的隐士，对这些世俗的地位和财富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并没有被新的权力和崇拜者所诱惑。之后，他一直在山洞里，直到他去世。在阿尔费迪奥的侄子彼得一世统治当地的时期，巴迪亚迪卡瓦修道院的规模被大幅扩大，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地区性中心修道院。在意大利南部有几百座教堂和修道院在其控制之下。在11世纪和12世纪，来自意大利的王族、贵族和富商们纷纷慷慨解囊，在他们的捐助支持下，巴迪亚迪卡瓦修道院继续迅速的发展。由于资金充裕，历任修道院的院长都把允许前来求助的失地农民耕种修道院的土地作为一项传统。很多借由修道院的资源而摆脱了财务困境的农民们，后来成为自由民后，又把购买的土地捐赠给修道院，然后自己租下这块土地继续耕种，这进一步促使修道院拥有更多的土地。后来，修道院几乎完全变成了当地的行政中心，修士们在当地建立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公共服务组织，甚至在西兰托和卡斯特贝拉特建造城堡，与入侵的萨拉森海盗作战。1294年，教皇伯尼法斯9世授予巴迪亚迪卡瓦城市的资格，这意味着他们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主教。不过，当时教会同时也授予了当地自治教区的称号，教皇仅仅是作为一个橡皮图章承认当地自己选出来的主教而已。就这样，一个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宗教城市被建立起来。后来，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共和主义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意大利，特别是1866年的教会冲突，导致许多修道院的领土和财产被没收。不过，巴迪亚迪卡瓦修道院幸免于难。
因为即使是世俗政权，也承认它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因此它被历任政府作为重要的古迹保存下来。2012年8月20日，根据主教会议的法令，巴迪亚迪卡瓦修道院被分配到阿马尔菲卡瓦德蒂尔尼大主教区。巴迪亚迪卡瓦修道院之下的3个教区被梵蒂冈和罗马承认为修道院领土。在奥地利西部边缘的布雷根茨，靠近瑞士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叫韦廷根穆勒劳的修道院。1227年，海因里希·冯·拉帕施维尔在韦廷根村附近的利马特河上建立了这座修道院，并且从康斯坦茨湖畔的扎勒姆修道院邀请来一位院长和12位西笃会修士前来主持工作。围绕修道院的建立有这样一个传说：海因里希曾经在前往圣地朝圣的途中在海上迷路，于是他拼命向上帝祈祷，发誓如果能获救的话就建立一座修道院。当他祈祷完时，风暴突然就平息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未知的明亮星星。当他安全回国之后，海因里希一开始忘记了自己的誓言，但是之后又一次他出海夜航的时候，海之星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誓言。回到陆地之后，他履行承诺，慷慨解囊，建立起了这座韦廷根修道院。之后，韦廷根修道院很快发展成为该地区的精神、文化和经济中心。后来，在宗教改革期间，在瑞士的改革家茨文利的影响下，修道院院长乔治·穆勒和修道院里的几乎所有人都皈依了新教。韦廷根修道院基本算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修道院，遭受了不少磨难。最大的一次是1507年的大火灾，16世纪修士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完成修复和改建，而且在此基础上，新开设的一所哲学和神学的家庭学校，以培养下一代修士。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拥有文法分校、商科分校和技术学校的伯纳迪学院。在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动荡中，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势力基本是压倒保守主义势力的。当时一系列的修道院被解散，其中也包括1841年1月28日解散韦廷根修道院。之后，修士们基本都选择了离开奥地利，去到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国家定居。再后来的1853年，瑞士韦廷根西笃会修道院的院长获得了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允许，慷慨解囊，购买了原韦廷根修道院的土地，并于次年的1854年10月18日开设了韦廷根穆勒劳西笃会修道院。1919年，修道院收购了比尔劳的朝圣教堂和附近的莫拉赫城堡，建立起一个作为地区性信仰中心的修道院。1920年，他们进一步投资弗拉尔贝格农学院，进入了学校管理层。之后，该修道院也一直在拓展收入来源和运营方式。到今天，他们从事着包括家具和室内设计等手工业、蔬菜和水果生产等农业，还有教育、酒店等多种业务，维持着领地的运行。19世纪后的瑞士并没有发生什么足以撼动修道院结构的政治巨变，韦廷根穆勒劳修道院也就这样维持着修道院的生活方式，生意也越做越大，可以说是站着把钱给挣了。篇幅所限，其他的现存修道院领地的介绍就让我们留到下一期吧。都看到这里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这里是花善里，关注世界和当代的历史演绎频道，我们下期再见。